ATACMS 导弹摧毁俄罗斯哈利诺军用机场，拜登释放隐藏大招，援乌 JASSM 导弹，乌军无人机摧毁俄本土能源设施和导弹兵工厂，乌军打击范围扩至2000公里，库尔斯克地区俄军损失达到乌军7倍，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收复科潘基村，大诺沃希尔卡战斗一触即发，朝鲜扩建 KN-23 导弹制造工厂援俄，俄罗斯招募胡塞雇佣兵投入乌俄战场。精彩资讯即将开始。10月25日，乌军发射 ATACMS 导弹袭击了库尔斯克地区的哈利诺军用机场。俄战斗轰炸机频道称，乌克兰动用8枚 ATACMS 导弹袭击库尔斯克地区的一个机场，有7枚被击落。阿斯特拉频道则称，乌军向该机场发射了至少7枚 ATACMS 导弹和12架无人机，且至少有1枚导弹击中机场。事后，俄罗斯承认了此次袭击，但照例宣称袭击并未对机场造成重大破坏。很明显，俄罗斯又说谎了，因为据现场视频显示，至少有2枚带有集束弹头的 ATACMS 导弹击中哈利诺军用机场，并摧毁了俄军的 S-400 防空系统。截至目前，具体损失仍有待澄清。而在此之前，乌军发射了8枚 ATACMS 导弹，打掉了布良斯克的一个大型军火库，用12枚暴风阴影导弹打掉了库尔斯克的俄军指挥部，清除了21名高级军官和500名朝鲜士兵。之后又发射了至少5枚 ATACMS 导弹，摧毁了库尔斯克的一个 S-400 防空系统，并清除了俄军8名重要官员，其中包括俄军第6集团军防空导弹师其1490防空导弹团的5名军官和3名金刚石安泰公司员工。本次已经是乌军第4次使用援助的远程导弹袭击俄本土，完全无视俄罗斯的红线。可以说，俄罗斯此前发射奥列什尼克导弹对乌克兰和北约进行极限施压的方法，不仅没起到作用，反而让乌军根据美国绘制的200个俄军事目标地图进行了打击。那么乌军下一个打击目标会是哪里呢？据《华尔街日报》分析，乌军接下来可能会着重针对罗斯托夫地区进行打击，因为这里拥有比库尔斯克和布良斯克地区更多的俄军事基地。据已有的信息显示，罗斯托夫地区至少有4个俄空军机场，以及多个俄军指挥部和军火库。泽连斯基的那句"让导弹自己说话"正逐渐成为现实。至于有人担心的援助远程导弹数量不足问题，据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很可能会在近期向乌克兰援助 JASSM 导弹。更为关键的是，这款导弹射程可达360公里，而增程型射程超过了900公里。若是美国决定援助 JASSM 导弹，那也意味着美国还准备对乌克兰空军的米格29、苏24和苏27战机进行升级。这或许是拜登的隐藏大招，只不过截止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发布正式声明。除了远程导弹袭击外，乌军无人机也再次开启了对俄罗斯多地能源基地和兵工厂的打击。据乌克兰总参谋部11月25日的报告显示，乌军无人机趁夜袭击了俄罗斯在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的几处重要俄军资产，如卡卢加州柳季诺沃一带遭到乌军至少6架无人机袭击，当地一家炼油厂的储油罐被击中，燃起大火，并快速向附近的建筑物蔓延。不过俄罗斯方面却强调击中的是几个空油罐。与此同时，乌克兰反虚假中心负责人安德里·科瓦良科称，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卡卢加州一个名为台风的俄罗斯导弹兵工厂。据悉，该工厂对外是一家从事民用电子设备开发的企业，但实际上它是一家为俄军生产无线电电子设备、导弹和航空部件以及其他军事用品的工厂。随后，卡卢加州长弗拉基米尔·沙普沙证实了这预袭，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只是坚称有8架无人机在该城市上空被击落，详细的战损有待乌军进一步披露。此外，在莫斯科地区，可能是受乌军无人机袭击或是其他原因，当地时间11月24日晚8点30分左右，莫斯科的科穆纳尔卡一带开始大规模停水停电。要知道，莫斯科如今早已进入寒冬，气温也降至0点以下，出现如此大规模停水停电，火力军仿佛听见了当地民众的抱怨声。目前俄方尚未回应此事。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打击俄本土目标的同时，其研制的远程无人机性能也得到了同步增强。据乌军总参谋部称，最新研制的鲁提无人机已经可以飞到俄罗斯境内2000公里内的深处实施攻击。总参谋长阿纳托利·巴西列维奇还称，乌克兰正在国内研发制导航空炸弹。总之，随着欧美援助的进一步到位和乌克兰国防工业增强，
俄罗斯接下来将迎接乌军更多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攻击。与此同时，在地面战场，俄军攻势放缓后，乌克兰不出预料地继续发起反击。库尔斯克方向10月25日，乌军正从苏贾东北方向的马蒂诺夫卡村向克鲁格利克村推进。虽然俄方称已将乌方攻势击退，但有视频证实仍有多支部队在该地区活动。同时，乌俄两军还交战于克里涅沃东南部的达里诺村。俄军动用全地形车、摩托车和汽车发起人海冲锋，但进展缓慢，代价很大。乌军总参谋长巴里列维奇称，在库尔斯克战区，乌俄的损失比例最高已达到1:7，俄军损失是乌军7倍。因此，尽管俄军集结6万人，加上1.2万朝军，还准备调动更多部队，但是否能如期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仍将打上一个问号。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克兰第3突击旅于10月25日表示，他们清除驻守俄军，收复了科潘基村，并俘虏了俄军第1坦克集团军的7名士兵。值得注意的是，据基辅独立报报道，在乌军收复科潘基村后，该村遭到了俄军的炮火攻击，似乎根本不在乎俄军俘虏的残存俄士兵的生死。难道这些参与高风险突击行动的都是俄罗斯招募的囚犯兵？此外，据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显示，俄军正在克鲁利亚基夫卡、科皮斯尼基夫卡一带加紧攻势，企图穿越奥斯基尔河。截至目前，俄军虽然多次乘船突袭，但并未有确认进展。乌军无人机正控制着前线12公里范围内的战场局势。一名在该方向作战的乌克兰营长报告称，俄军为了在对岸建地足点，所付出的伤亡代价与乌军已达到5:1。在斯瓦托夫至克里米纳沿线，一名俄军事博主声称，俄军25日正在特尔尼和扬波利夫卡东部田野活动，而乌军则利用大炮和无人机在红利曼方向击退了俄军的机械化攻势。恰索菲尔方向，乌军正在斯图波奇村附近的一个采石场与俄军第98空降旅交战。一个作战的乌克兰旅报告称，恰索菲尔的俄军正面临武器短缺的问题，因为俄军最近已经开始在战斗中使用海军武器，如 RBU-6000龙卷风反潜火箭发射器。托列茨克方向10月25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表明，市中心的厂区再次成为了乌俄两军的交战场地。在城市西南部，俄军沿着雷兹基街和索尔莫夫斯卡街略微向西推进。红军村方向，这几天乌军的反击行动也越来越多，如乌军第425突击营发起了数次反击，夺回了包括尼古拉耶夫卡在内的几个阵地。同时，据乌方消息称，俄军正在新奥列克西耶夫卡村重新集结部队，以便在装甲纵队的支援下快速向 T0515公路突进。此外，据乌方消息显示，有部分俄军已抵达普希金郊区，但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军发言人纳扎尔沃格申中校报告称，乌克兰的雷区摧毁了30%的俄军事装备，俄军付出的代价之高可想而知。库拉霍沃方向，据10月25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军正在库拉霍沃市中心的波比蒂街与俄军第5摩托化步枪旅交战。在罗曼维卡24日时，俄军第323摩托化步枪团曾对这里发动了2次迫击机械化攻势。25日，有俄军事博主称，俄军占领了这里，但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大诺沃希尔卡方向，俄军正试图通过从东部和东北部包围该城市，如俄军第5坦克旅正向该市东郊推进。但截至目前，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俄军尚未越过东部的卡什拉加奇河。在东北部，俄军第327摩托化步枪旅正从罗兹多尔内向诺维伊科马尔西南方向。虽未有消息传出，但火力军认为俄军大概率会先攻下里夫诺波尔，再从西部向大诺沃希尔卡河围过去。对于上述战况，乌克兰志愿军发言人谢尔盖·布拉丘克指出，大诺沃希尔卡是乌军重要的后勤据点，若是被俄军占领，将不利于乌克兰维持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之间的联系。幸运的是，截至目前，俄军的行动并未完全展开，而且由于乌军的反击，俄军绝大多数步兵和装备的攻击在到达乌克兰阵地前就被乌军无人机尽数摧毁。据乌克兰发布的数据显示，25日俄军新增伤亡1610人，被摧毁的装备也在持续走高，而俄军面对高伤亡、高损耗，已不得不对外求援。在武器上，综合路透社和战争研究所10月25日的报道，朝鲜正在扩建可用于组装 KN-23 短程弹道导弹的武器制造工厂。据悉，该工厂名为龙城机械联合企业，2月11日开厂，位于朝鲜东海岸第2大城市咸镜南道咸兴市。而俄罗斯自2024年开始向乌克兰发射的194枚弹道导弹中，就约有60枚是朝鲜提供的 KN-23 导弹。扩建内容，据美国商业卫星公司于10月初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
该工厂附近正在建设一栋新的零部件装配大楼和一座新的员工宿舍大楼。报道称，零部件装配大楼的面积约为之前用于导弹生产的建筑的60%至70%。若建设完成，届时朝鲜的武器生产规模可能大幅增加。韩国卫星图像公司的研究人员也表示，2月11日工厂附近确实出现了新建筑。在人员方面，俄罗斯除了向朝鲜求援外，一直在从世界各地招募雇佣兵。据英国《金融时报》最新消息披露，俄军在也门招募了数百名胡塞武装成员，并将其投入到乌克兰战场。不过，据报道称，这批胡塞雇佣兵的作战效果并不理想，损失相当惨重。目前俄罗斯尚未就此事做正式回应，相关消息有待进一步验证。此外，据战争研究所11月25日报道，绍伊古在与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副总理和塔利班代表团会晤时表示，克里姆林宫将很快把塔利班从其被禁止的组织名单中删除。啥意思呢？难道俄罗斯和塔利班要和解了？对此，战争研究所分析称，自2021年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以来，俄罗斯就一直在与塔利班联系，只是近期有所加强。当然，也不排除俄罗斯私下里要求其援助部队，就是不知道乌克兰战场上会出现多少胡塞和塔利班士兵。据自由时报报道，朝鲜在国防发展2024军事博览会上展示了多种国产火炮、导弹等新武器，其中包括升级版的朝鲜下一代战车及新型的天马2型坦克。按照朝鲜方面的说法，新型天马2型坦克的改进，首先是安装在炮塔上的2个主动防护系统，每个系统都配有4个反制弹药，为战车提供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其次是炮塔的装甲外形，与年初亮相时相比，似乎又经过了重新设计。最后是武器方面，新的天马2型坦克配备有30毫米的自动榴弹发射器，与先前标准配备的传统重机枪提升了对目标的杀伤力。有趣的是，新的天马2型坦克无论是外观还是功能，都与俄罗斯特14阿玛塔极其相似，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俄朝两国存在的技术往来。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土耳其 TB3 无人机近日在阿纳多卢号2栖攻击舰上完成了首次起降测试。按照土耳其方面的说法， TB3 无人机专为阿纳多卢号研制，长 8.35 米，翼展14米，重量为1600公斤，负载能力280公斤，巡航速度每小时231.5公里，有6个挂点可以挂载弹药。这次测试在地中海的阿克萨兹海军基地进行。在测试中， TB3 无人机从阿纳多卢号跑道上起飞，在飞行46分钟后成功降落到舰上，期间没有采用任何着陆支援设备，证实了其舰载效能。根据 X 平台军队认可网报道，俄罗斯收到了印尼计划在2025到2030年间的军备采购请求。双方目前正在军事技术合作框架内就7份合同进行合作，这些合同侧重于军备供应问题，目前正处于不同的实施阶段。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在为印尼培训军事人员。据俄罗斯表示，截至目前，该国已为印尼培训了6000多名专家。最近又有数十名印尼飞行员接受了苏27飞行模拟器的培训。另外，双方的合作项目还延伸到了联合军演方面，例如11月4日至8日，双方举行了首次联合军演。在此之后，俄罗斯更是希望未来每年都与印尼举行此类军演，并逐步扩大其规模。德国于10月20日宣布，将向乌克兰运送更多武器和设备，其中包括黄鼠狼步兵战车及其弹药、47辆防地雷伏击保护车、1辆 TRML-4D 空中雷达系统、4门 PZH-2000 自行榴弹炮、4万发155毫米炮弹、7发 M109 155毫米榴弹炮炮管、200多架各种侦察无人机，以及各类扫雷、后勤车和小型武器弹药。据路透社报道，土耳其交通部近日对外宣称，一架由俄罗斯航空公司运营的苏霍伊100型客机在土耳其安塔利亚机场降落时，由于左侧引擎起火，导致整架飞机迅速爆燃，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被迫进行紧急撤离。截至目前，土耳其官方仍未公布飞机起火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是苏霍伊客机首次在着陆时发生起火事故。早在2019年，同样是苏霍伊100型客机从莫斯科起飞后遭遇雷击，随即紧急迫降在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落地之后也燃起大火。此外，还有报道称，一名俄罗斯高级官员正乘坐这架飞机叛逃，但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俄罗斯也没有回应此事。另据路透社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了会谈，讨论了乌俄战争的最新进展。在此之前，埃尔多安提出过一项冻结战争的提议，
即在乌克兰的顿巴斯东部建立非军事区，并驻扎国际部队做保障。作为该提议的一部分，乌克兰则需要推迟10年才能加入北约。很显然，对于这项提议，乌俄双方都不会同意。此外，据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表示，尽管土耳其在援乌问题上有所保留，但其关闭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阻止了俄军占领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此举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根据媒体报道，由于无法征集到足够数量的新兵，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意签署了一项新法律，将免除签约参加对乌战争的新入伍士兵的债务。与俄国防部签订了在乌克兰作战至少1年合同的人，最多可免除1000万卢布的债务。除免除债务外，这项法律还包括其他金钱激励方案，例如前线士兵每推进1公里就奖励5万卢布，摧毁一辆装甲车也奖励5万卢布，在战场上负伤的士兵将按照受伤程度补贴35万到300万卢布。最高补贴额及阵亡抚恤金为1200万卢布。当然，这一项基本上和参战士兵没什么关系了。目前来看，俄罗斯如今经济的重要支柱主要是能源、粮食和军工，属于重工业发达、轻工业薄弱。这种经济结构会导致一些俄罗斯公民无法通过正常工作来获取到日常所需的经济。因此，在这种环境下，普京出台的金钱奖励方案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部分俄罗斯公民参军。但即使他们上了战场，充其量也只是炮灰罢了。据自由时报报道，近日英国3个空军基地上空均出现了多架不明身份的无人机。这3个基地分别是萨福克郡的雷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诺福克郡的菲尔特威尔皇家空军基地。值得一提的是，美空军在上述3个基地均有驻军，其中雷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驻扎有美国空军的 F-35A 和 F-15E 战机，米尔登哈尔皇家空军基地驻扎有美国空军的第100空中加油联队，而菲尔特威尔皇家空军基地则主要负责后勤工作以及军事人员住宿。按照美空军的说法，在这3个空军基地上空发现的无人机，其数量、机体、大小各不相同。目前不清楚这些无人机是否为敌对无人机，后续将会继续监控相关空域。另外，英国国防部也对此进行表态，将对任何威胁采取强硬措施。但具体的措施究竟是什么，其并未进行详细说明。据《空军与太空部队杂志》报道，美国国防部与洛马公司已就下一阶段的 F-35采购计划达成了初步协议，后续可能会采购约300架新型 F-35。根据此前经验，从初步协议到正式签约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例如第15至17批次的采购协议于2022年7月达成，但直到同年12月才完成正式签约。因此，洛马公司财务长马拉维表示，预计第18与第19批次的采购合同会在今年年底前正式签署，当然也不排除会因意外因素而延误。其实早在去年，洛马公司就迫切希望敲定此项协议，但相关的谈判工作受到通膨压力、供应链问题以及技术挑战的影响而推迟。其中，由于技术问题，更是导致升级版战机的交付工作中断了长达1年。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后，美军的 F-35计划才得以继续进行。按照洛马公司目前的说法，该公司位于德州沃斯堡的生产工厂，其年产能可达156架战机。因此，若是一切顺利的话，只需要2年多的时间，这批战机就能够陆续出厂进行测试。同时，受成本影响，其同型机的价格可能远超此前批次。根据先前第15至第17批次的采购资料， F-35A 平均单价为8250万美元， F-35B 为 1.09 亿美元， F-35C 则为 1.021亿美元。据此推测，后续的 F-35战机其单价大概率会远超1亿美元。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已提出 1.7 万亿的预算，计划在未来10年内采购2500架 F-35战机。对 F-35战机来说，芯片是关键零组件，因此美国商务部计划向 BAE 公司补贴3550万美元。在获得这笔资金之后， BAE 公司将会把新汉布什尔州厂房的产能提升至目前的4倍。除此之外，其他有关 F-35战机的生产部署也在有序进行中。与此同时，据美国国防邮报报道，美国空军与波音公司同样签署了一份新合约，将增购15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总价值约为 23.8 亿美元。据悉，这是美国空军继去年11月、今年2月各采购15架该型机种后，再度增加同型机采购数量。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军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下一个联合攻击目标会是哪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